Hello，大家好。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听过东京23区的这个说法。然后，作为一个在东京生活了4年的人，很惭愧，我去到的区可能都不到10个。所以，为了更了解自己生活了这么久，并且还有可能生活更长时间的这片土地，我决定来一场名为东京散步的旅行。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啊，因为一个生活在东京的人说他要去东京旅行。It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但是就像我说的，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而旅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就是去探索一个陌生的地区，逛一逛当地，然后吃一吃那边的美食什么的。所以这将是一系列的视频，每个视频我都会去到不同的区，然后大概花上1天的时间在那边逛吃。至于探访的顺序呢，我准备根据每个区的平均年收入的排行，从低往高的这么走。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是2022年每个区的年均收入，然后排在第23位的是葛饰区。葛饰区位于东京的东北部，旁边挨着千叶和埼玉，所以算是东京很典型的下町之一。下町 （Shitamachi） 在日语里普遍是指那些古代的时候庶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在现代的语境里就是指那些房租偏低、经济发展没那么好的地区。正如你们所见，这边的街道可能和很多人印象中的日本街道有所区别，少了很多精致感，甚至透露着一些粗糙。葛饰区主要分为这些不同的区域，但因为我时间有限，所以我不可能去到每个地方，于是我就挑了几个我感兴趣的，也就是那些好吃的、密集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转一转。和中国相比，日本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早餐文化的国家。大部分人的早餐都是在便利店里可能随便买点饭团啊，然后三明治之类的就解决了。但像那种专门只卖早餐的店，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在日本。唯一有点像是类似的店，可能就是面包房，所以我就搜了一下葛饰区的人气比较高的面包房，然后排名第1的就是这家名叫托达亚贝卡里的面包店，所以京町站走起。它在眼前，但是显然它没有开门。又路过了一家门脸特别小的和果店。お団子1つ。所以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刚刚就是一整个冲动消费买一些和果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奶奶那个欧巴讲真的非常的亚塞西，就是那种还挺亲切的。然后现在已经11点了，我去那家面包店看一看，就是我也不确定我会买多少，现在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15分钟过去了，但是因为这家店比较小，所以它只能让两组的进。由于店内不让拍照，所以我只能在谷歌地图上找了几张很多年前别人拍的照片。我现在准备去一个叫做水源公园，其实还挺大的一个公园，然后去那边找个地方坐一下，然后吃一下。这就有个椅子，要不我就坐在这儿吃吧。现在我早饭都还没有吃一口，相机就已经显示快没电了，而且我只带了1块备用电池。我得赶紧趁它没电之前，至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刚买的都有哪些东西。这个是一个那种芝麻的法棍儿，用的是全麦。By the way， 我现在其实是蹲在地上，还买了一个这个抹茶味儿的安巴塔，就是安的意思就是红豆，然后巴塔就是黄油。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种日式吃法，但是我之前从来都没试过，因为我对红豆这个东西就不是非常的感冒。但是我今天还是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情，因为我看那是他们的推荐。还有一个这个叫西兹弗朗斯，就是法棍儿的面团里放了一些芝士。相机成功没电了，所以我现在只能先暂时用手机录一下。库拉瓦桑，这个是 chocolate， 就是可颂的巧克力，它里面是有巧克力夹心的那种。我看这个是他们的人气上，哇 ，so buttery， 闻起来就特别黄油。哦，你们看，疯狂掉渣啊！它里面就是这样。是想象当中的味道，但实话实说，也没有很惊艳。因为我吃过非常让我惊艳的可颂，所以这家的话就比较一般。下一个我来尝尝芝士的法式面包，它里面给的应该是那种车达芝士，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这个加热之后肯定会流行。
就是吃来芝士那种咸香味儿，没有多惊艳，还是再来一个这个，一个这种小的短的芝麻味的法棍，哎我的天，这不是我喜欢的法棍那种小棍嘛，做一下，依旧是想象当中的味道，我还是偏向那种更加欧式的法棍。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压轴登场，给你们看一下。Not bad， 让我来单独分别尝尝它们每一层啊。哇，说实话，红豆非常非常的甜，是那种红豆沙打成那种沙状，黄油用的是那种无盐的黄油。但我刚刚明明吃到有咸味儿，是怎么回事？哇，它这个面团真的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叠了很多抹茶粉。说实话，单独吃都很一般，但是加在一起吃就还挺加分。我最不抱期望的其实就是这个，但没想到让我吃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的，居然也还是这个。刚刚突然想起来，在那家老奶奶店里买了核果子没吃，这个我包的真的很好。我就买了3样东西，有一样是我的核果子的 top one， 就是这个团子，这个米达西蛋糕，哇哦，看看它的光泽。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要是喜欢咸甜，你真的会爱死这个好。下一个是我让那个老奶奶推荐的，她就说这个叫草饼，苦萨摩鸡，应该就是那种蒿草做的，有点像青团，你们可以甚至就是把它理解为青团。我猜里面应该是豆沙。看，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看觉得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叫白饼，然后我给你们看里面就是这种白白的糯糯的，但它这个百叶我尝一口，可以但不建议吃。哇，它这个里面给的是白芸豆，就是白色的这种像莲蓉一样，然后外面的皮儿也是那种糯糯的。就如果你们是喜欢吃糯叽叽，核果子真的很适合。说完之后发现旁边是一个金鱼养殖场，它上面说有56种不同的金鱼，但是在我看来好像都差不多。哇，你们看这个像不像那种高度近视的金鱼？这个公园真的好适合野餐或者来露营什么，而且没有什么人，尤其是今天天气又巨好。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很大，所以我可能也就随便转一下，然后就准备去那个龟友站。我现在就在往那家龟友 Mint 的那家店走，需要走了差不多4公里。咱就是说，现在非常后悔的是没有带一把伞出门，因为这沿路都没有任何阴影，全都是这样顶着大太阳。然后现在刚好是1点左右，所以那个大太阳就是顶着我的脑门在狂晒。我现在在一个桥洞底下，离目的地还有2公里，马上又要出去面对烈日了。哦，只要渡过那座桥，我就还有1公里了。终于看到一个商场，这种地方没有人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商场出来之后，无意中路过了一家名为香曲神社的神社，查了一下，这个神社在龟友已经有74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它主要管的呢是帮人开运除恶。从神社出来之后，就去龟友车站附近的一条商店街里转了转，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店了。这是个，我之前好像听我朋友说这家咖啡馆的东西还挺好喝。他们家就是这种非常有昭和感的这种氛围，然后整体的设计也都是那种店内的设计都是那种很有年代感。他们家咖啡第2杯买半价，所以第2杯来了，尝尝。看家。刚刚有个老奶奶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对我笑，然后我也只能对她回礼，真的好可爱。哇，这个豆子我爱了，因为它是炭火烧的，所以我猜它肯定是烘得很深的那种豆子，然后喝起来有一种那种 chocolate 的那种味道。Love it。我刚刚从那家咖啡店里出来，咖啡还是挺好喝，但是最终也没有喝完。那个面旗我准备待会儿去买一个尝一尝，毕竟来都来了。
すみません、この亀有メンチカツはもうないですか？豚肉ですか？あ、そうですね。は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哎呀，失策了，失策了！我本来是想等到5点整，然后正好去能拿到他们新鲜的、刚炸出来的，但是结果去了之后发现牛肉都已经卖没了，所以我就只拿了一个猪肉和鸡肉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吃猪肉，所以但也没办法。是一个叫什么思明惠明寺的庙。说实话，我进来其实是想找一个可以坐着吃的店儿。我现在找了一个那种有台阶的那种地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刚刚买的那个 menchi， 是不是还挺大的？它看起来特别像那种可乐饼，就是日式的那种 cookie， 但是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它们的区别。然后这个是鸡的，让我尝一下。因为它是刚刚炸的，所以还吃起来非常的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它里面放了很多洋葱，所以吃起来洋葱味儿特别重。我现在整个人又是蹲在地上，显得非常狼狈。再吃一下这个猪的，这个猪的我是真的看它从油锅里刚拿出来。我觉得调味儿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很明显，这个一吃你就知道是猪肉，全是馅儿，而且吃起来非常的 juicy。这个还是鸡的，这一个220还是240日，也就是10块人民币左右。最后一口猪肉，真的很像在空口吃肉包子的馅儿。我刚刚吃完那个 menchi 之后，然后在附近的一个商场里的厕所待了将近20分钟，因为我不知道去哪儿，所以我只能在厕所里面坐在马桶上，然后寻找我下一个要去的地点。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就在国有这附近转转，但是那menchi吃完真的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的腻，然后感觉特别撑，所以我得想办法消消食儿。于是我就决定，那要不就直接去往下一站。然后下一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站，叫绝切昌普园，中文应该是。所以我现在走过去，大概也就3-4公里。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快到晚上，所以没有那么晒了，走起来应该会好很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今天好像没有正儿八经的坐在一家店里吃东西。唯一坐进一家店还是只喝了2杯咖啡，没有吃任何东西，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好吗？所以晚上我已经想好了，一定要找一家能够坐进去，一边坐着一边吃的店。我真的很怕录了这个视频会给你们造成那种好像这种所谓的发展没有那么好的区，没有吃的没有玩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更多的是连锁店会偏多一点，但是因为我在日本已经生活了4年了，所以这种连锁店对我来说是毫无吸引力，我也不想进去。我更想去发现的是那种当地的那种小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旅行方式的不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这种旅行到底在干什么，就是像个无头苍蝇那样乱窜。其实我就算是去一些那种很远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之前一个人去冲绳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没有任何计划，走到哪儿算哪儿，看到什么感兴趣的就去哪儿，然后就跟着地图瞎走。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旅行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能最大的体会到这个地区或者这一片地域的人们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融入到生活，而不是说去那种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打个卡。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欢的方式，至少这就是我喜欢的方式，而且我还挺享受的。现在已经快7点了，给你们看一下，完全没有人，仿佛住在这里的人他们是没有夜生活的。我现在准备去一家叫做 Noki 的烤串店，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前面那个红色的灯笼了。这是我非常随机的在地图上找的一家店，进去之后发现居然是吃 motsuyaki 的专门店。这家店非常小，你们也可以看到，差不多也就2排这种板前的位置。我进去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快坐满了，基本也都是那些下班之后的萨利满。所以当我坐下之后，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些男的投来的打量的眼光。但是我当然无所谓了，就该点。
这家店的点单规则呢是2串起点，就是每种品类最少点2串。第一轮我点了1份白萝卜沙拉，还有2串猪脸肉、2串猪舌以及心管肉，还有猪肝。这个白萝卜沙拉就没啥好说的，我本来是打算用来解腻用的，但是后来上来之后发现它淋的那个沙拉酱比肉还油。首先上的是猪肝和猪舌，和我在国内从小吃到大那种卤猪舌不同，日式的这种烤猪舌是直接把它切成那种比较厚的块状，然后上火烤。这种做法就特别考验对于火候的把控，稍微烤过一点儿都会让人有一种仿佛在吃一块橡胶的感觉。他们家师傅火候掌握就非常好，吃起来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熟度，口感是那种 QQ 弹弹，略微有一点脆劲儿。而且因为他们切的比较厚，所以如果点的是盐烤的话，很有可能不够入味儿。酱汁的话，真的就刚刚好。说实话，他们家的这个烤猪肝真的颠覆了我对于猪肝的认知。因为咱们中国普遍的做法，至少我家吧，就是把猪肝片成片，然后用来打汤，所以我熟悉的猪肝的口感应该是那种吃起来粉粉的、面面的，非常绵密，吃多了甚至还会觉得有点噎。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他们家猪肝基本就是生的，大概最多也就是3分熟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有一点像是在吃那种脆脆的果冻。相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黑暗，但是朋友们，3分熟的猪肝和全熟的猪肝吃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知道有些人讨厌猪肝，其实是不喜欢那股脏气味，但是这个吃起来我真的毫不夸张，一丝那种干味儿都没有。而且调味也是店员推荐的，就只淋了点芝麻油，然后上面加了调过味道的切碎了的大葱，所以吃起来整个一个打开新世界大门。强烈推荐不爱吃肝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个。接下来吃的就是卡西拉猪脸肉了，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猪肉的猪味儿，所以很少会去主动吃猪肉。但是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脸肉吃起来真的一点猪味儿都没有。口感的话，因为这个部位没有什么脂肪嘛，所以吃起来很难避免会觉得有点硬，但并不是那种干硬，是非常 juicy 的那种有点嚼劲的口感，然后配合着甜甜的酱汁也非常好。心管这个部位吃起来就非常有意思，它管状的部分呢是那种带着点韧劲儿的口感，但因为上面又附了一些脂肪，所以烤过之后就会有那种非常浓郁的油脂的香味儿。第一轮的东西都上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没点自己最想要的，就是大肠，于是赶紧加单。你们看我在视频里点了2种，一种叫西罗，一种叫西罗扣罗，但其实这都是大肠。然后左边的就是西罗扣罗，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中间充满了那种脂肪，然后再配合甜甜的酱汁烤过之后，那种油脂全部被逼出来，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它的那种甜美的油脂直接在你嘴巴里爆开，so good。然后那个普通的这种西肉大肠吃起来就是肥肠的口感，虽然没有扣肉的油脂那么多，但是吃起来也非常非常香，是那种很有肉头的口感。这种油腻的部位真的一定要配合着酱汁吃才过瘾。盐烤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没有灵魂。这家店的品类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所以2轮下来，我感兴趣的部位基本都被我点了一遍。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再点其他串的时候，突然瞟到看板上有猪肚刺身和大肠刺身，于是我果断再次激情下单点了猪肚的。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内脏下水之类的刺身都是提前焯水断生之后淋上调味料做的，毕竟不会真的有人想吃生的猪大肠吧。调味我选了大蒜为基底的，做一个从小和我奶奶炖的猪肚汤长大的湖北人，我深知完美的猪肚吃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完全不行。就日本人他们真的不懂怎么做猪肚，我今天可以把话放这，但这个猪肚因为只是简单的焯过水，所以吃起来虽然不至于邦邦硬吧，但也是那种比较费牙的。而且其实让我比较失望的是它这个调料就非常的咸，味道完全没有入到那个猪肚里面。在对于猪肚失望之后，我觉得我今天这顿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是就在此时，我旁边那个男的点了一份土豆沙拉，但这个土豆沙拉其实是没有写在菜单上，我在想会不会这是他们的隐藏菜单之类的，所以我也跟着他追加了一份。有一个算是专门负责我这桌的一个男生，他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显得非常不乐意。我点了那个
土豆沙拉，差不多2分以上吧。Anyway， 不会被影响心情，就是该吃还是吃。吃到很明显土豆颗粒，证明它不是用土豆泥粉冲，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太酸了，它可能是沙拉酱给太多。最后一个，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战果。我其实挺好奇我吃了多少钱的，因为这家店人均是1000到2000，感觉应该会上3000，我还没点盒子。刚从这家店吃完出来，可以说啊，你们看我吃的油光满面，就可以知道我吃的其实非常满意了。但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接待我的那个男的，好像有点儿。我不知道他的脸就是这样的，对谁都是这样的，还是说就只针对我？应该是对谁都这样的 ，I don't care， 就是显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开心的样子。但是咱就是说 I don't give a shit。我现在准备溜达溜达，消消食儿。说实话，没有很撑，因为我是一个食量非常非常大的女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大概8、9分饱的程度吧。以这家店收尾，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达到了我散步的目的了，就是那种没有任何计划。然后走过，刚好就路过这家店，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我现在是准备去走到一个比较远，但是我坐车回家会比较方便的车站，大概要3公里，也就是40分钟。我现在在往北千住车站走，然后这边正好离那个晴空塔特别近，哇，这夜景！我现在应该是在走一个什么桥，这个桥巨长。看着没多长，但是从头走到尾，我感觉我走得有20分钟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没有一个行走的行人。快走到北千住的车站了，可以看出来这片明显繁华了很多。那么这次散步到这儿就算是圆满结束了。下一个散步的地点会是哪里呢？当然就是现在我正在走的这一片足力区了。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吧，感谢你的收看。